小时候村里出大事，支教的刘老师被侵犯，人又失踪了。村里人不以为意，结果没过多久就开始死人。后来才知道是我外公干的。失踪的老师姓刘，是年轻漂亮女人，皮肤像豆腐般白嫩。听说她还是个研究生，山里人不管她研不研究生，只研究怎么生。刘老师成了他们的梦中情人。山花烂漫时，刘老师怀孕了，但是她没男朋友，这事儿闹挺大。村民有同情她的，自然也有暗戳戳八卦的。直到警察来了，在她喝水的保温杯检测出了微量粉末残留，推测是被人下药后，这下村子里就炸锅了。所有的男人一律带走做排查，可没一个对得上号的。放回来的男人骂骂咧咧，妇人们也开始疏离他，甚至有些嫉妒他的女人跑到学校辱骂他不检点，是个小狐狸精，说他穿的花枝招展，前凸后翘的，就是勾引男人，出了事那是活该。后来在一天雨夜里，刘老师失踪了，大山里再没了他的消息，村民们又恢复以往生活状态，就像刘老师从没来过一样。直到村里开始非常态死人，第一个死的就是村口那户老光棍，他在村里游手好闲出了名的，平日偷鸡摸狗惯了。年轻时候霍霍小姑娘，被人打瞎了一只眼，后来自暴自弃，懒汉邋遢鬼一个，没女人看得上，只能一直打光棍。他本来是警察重点排查对象，结果人没了。听说死得很抽象，有东西从他家土墙钻进去，不但把人给啃了，血迹还从他里屋延伸到了外门。奇怪的是，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从他暴突的眼球推测，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死状连警察都不忍直视。警察找我外公，让他看是个什么动物进了屋，这般凶残。我外公是村里的猎户，常年在山里打猎，一身腱子肉，50多了完胜同龄人。他在村里有威望，有时说话比村长还管用。但是外公也拿不准，山里野兽凶残是没错，但是进村吃人还没个痕迹，就太邪乎了。可惜村里没监控，要不然就简单了。警察也没有头绪，只能收敛尸体带回去化验，然后叮嘱大家提高警惕，又安抚了几句离开。警察前脚刚走，我外公就被人请到村里开会，主题明确，研究杀死老光棍的东西是什么。几个人煞有介事地讨论半天，说了一堆废话，直到张满志提出会不会是刘老师在大山里死了，变成厉鬼回来索命。就这还有好多人信了。山里人习惯把未知交给鬼神。我外公盯着他的眼睛问，你的意思是刘老师是老光棍害的？张满志眼神闪躲着，这事儿我哪知道啊，我也是猜的，其他人也神探附体。若真是村里人干的，他肯定脱不了关系，一个老光棍天天惦记着女人，要说他没问题，谁信啊？我外公沉着脸，警察都查过了，那什么化验啥的对不上啊。一群人面面相觑，欲言又止的模样，估计有人知道些什么。这时候我外公拉着我就往外走，还不忘提醒一句，晚上都警醒些，天黑前烧些纸钱。若真是厉鬼索命，那也是亏心人活该。当时我跟在外公身后，是不太理解他们想法的。一个又老又丑的光棍死了，为什么和刘老师扯到一块？谁能确定他一定是死了？现在想来，怕只有凶手才可以。当时我只是反感刘老师仙女般的女子，老光棍也配合他扯到一起。村里很闭塞，但是神鬼忌讳传得贼快，没多久就有村民烧纸钱，尤其是那几个嘴巴刁钻的妇人，直接端出了供菩萨用的火盆。那火叫一个旺啊！村里死了人，外公想把我送城里，我不愿意。一来村里的小伙伴多，好玩；二来进城只有我妈在家，她要上班，家里冷冷清清的，还不如跟着外公。外公还没拿定主意呢，村里又有人惨死了。那人叫张有才，是个村里囤山货的二道贩子。他在村里算是有经济头脑的，赚了不少钱，还盖了3层小洋楼。平日里飞扬跋扈惯了，总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人黑心也黑。在井里发现他尸体的时候，他老婆哭得撕心裂肺的，尸体就趴在井里飘着，捞起来的时候已经发胀了，也是面目全非，内脏消失，和老光棍差不多死法。警察一脸凝重，怀疑是连环杀人案。失踪了一个支教老师，还接连死了2个人，村里开始人心惶惶。外公不出所料又被请过去了，我跟着凑热闹。警察问了几句走了，屋里没剩几个人。我外公看着他们问了一句，刘老师走的时候是怀孕的吧？这一问，屋子里又安静下来，我看他们面色有些不太自然，都不吭声。最后还是张满志接了话，八爷，您的意思是？外公听他反问，面色一沉，你们干了什么？自己清楚。是等他上门来找，还是老实交代？我觉得是外公在诈他们。这时候张满志扫了一眼屋子里的人，八爷，我们能有啥交代不交代的？呵呵，当初是张有才带人回村进货，来的那人怕不是个好东西吧？外公的话让他们坐不住了。张满志把房门关上，这才吐了事儿，八爷，这事儿真不是我们的主意，事情是张有才让老光棍办的，现在报应来了，也是他们活该。那时候您不是进山了吗？所以这事儿也就没和您说。我外公愣了好一会儿，说了我他妈能活批了你们是不是收了张有才的钱？收了一点。张有才趁着天黑带人把刘老师掳走，最后人就埋在鹰嘴涧里面。我外公的脸彻底绷不住，站起身骂道：
你们这群畜生，这里面只是钱的事儿。听着他的骂声，屋子里没有人敢接话。我被张满志给拽了过去。八爷，知道您有本事，但是娃娃在村里万一也被盯上。放屁！刘老师不可能害我。我正想着出去就找警察，却被我外公瞪了一眼，委屈的瘪着嘴生闷气。这时候屋里的人也开始附和。是啊，八爷，我们是一时糊涂，知道错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家都是张家村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。张满志拍着我的头，阴着嗓子：八爷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事儿给解决掉。对，解决掉，把你们全部解决掉。我小声嘀咕，头上却挨了一下，心里更是不满。回到家之后，我还责怪外公不该帮他们，应该告诉警察。外公告诉我，这些人做了坏事，自然会有天收，让我不要乱说话。然后给我怀里塞了一个三角形的黄纸，叫我找张有才的儿子玩，顺便问问他二爸回来没有。张有才有个弟弟叫张有禄，他也是村里的猎户，比外公差那么一点，也算是很厉害的。我以为外公又要带人进山打猎，进山的人多一些安全，我就应了下来。等我走进张有才家的时候，发现他家里聚满了人，大多是在忙碌张有才的丧事。我找到他儿子，看他哭哭啼啼的模样，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问清楚张有禄不在家的消息，就往回走。路过水井的时候，井口耷拉着一个黑黢黢的东西，一晃眼就不见了。我要赶回去跟外公报告，也就没有注意，兴许是什么山猫之类的小动物。听张家小儿子说，他二爸张有禄进山还没回来，好像有几天时间了。而且这几天警察也在找张有禄，好像是和刘老师失踪有关。我回去告诉外公之后，得到一盒大大卷泡泡糖，有奖励，我终于开心了些。外公一边念着原来如此，一边又打电话把张满志叫到家里来，然后我才明白这里面的事情。我外公把房门关上，拉着张满志就进了里屋，还让我走远点。我嘴里嚼着泡泡糖，趴在门上偷听。我听到外公的声音很激动，刘老师失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想活命就别瞒我。而张满志呢，却是支支吾吾的，好像不太愿意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想起他的声音，就是张有才嘛，那个傻逼玩意儿。他担心查到他头上，结果事情败露了。然后我外公厉声反问道：“然后张有禄去料理的，现在警察在找他，是不是？”张满志嗯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我外公气急了，屋子里面响起罐子砸碎的声音，几乎是吼出来的。现在他找上门索命，你们等不住了，才找我说。张满志还是没有回话。我听到外公急促的呼吸声渐渐平息，又传出无奈的语气：“要不是看在你爹救过我的命，张有禄也死了。这么久没有回村了。”这时候张满志才小声的回了句：“没办法，他不是去帮他哥的。张有禄本来就对刘老师有意思，晓得这事儿后就想报警的，一直被他哥拦住。那天张有禄打算带他去镇里，你也知道张有才是个什么东西，怎么可能让这个女人走出去？”我外公推开了房门，一把抱起我，看向张满志：“所以死的人都活该，你又没作孽，怕个什么？除非你心里也有鬼。”前一刻还支支吾吾的张满志，这下立马慌了。我外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：“满志啊，满志，你活成这个德行，你爹泉下有知，不得把棺材板掀喽！你一开始就撒谎，刘老师刚来的时候你就看上了吧？你的眼珠子骗得了别人，能骗得了我？你再不给我说实话，别说我不帮你，就算是帮也没有办法。还有哪些人干了丧良心的事儿？要想活命，去把人给我都找过来。说实话，我听到外公这么说，心里是很难受的。他们是坏人，怎么能帮坏人呢？”天快黑的时候，张满志带着2个人过来了，一个是半山腰住的张全德，一个是张满志的表弟谢红光。我外公坐在屋里，他们进来就跪下了：“八爷，你要救救我们啊！看在这么多年相亲的份上。”我外公叹了口气：“都起来吧。”张满志他们站了起来，但是也不敢坐，就这样站着说话，眼神还不时瞄向黑漆漆的窗外。刘老师失踪的事情，听他们讲起来，简直是畜生至极。那时候的刘老师确实是准备离开了。那天下大雨，山里好多地方都有垮塌，警察担心出安全问题，让他等雨小一些来接，所以他不是去山里寻短见，而是准备回到镇上配合警方调查。他要求个公道，因为他一片真心来偏远山区支教，无端遭到这种侵害，一个女人的名誉被毁了不说，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。他想早点去镇上。张有禄骑着3轮车送他，却被张有才带着人给拦了下来。一开始只是在路上拉扯，说大晚上又下大雨的不安全。刘老师根本没有怀疑过张有才，他是不相信他们会害自己的。谁知道张有才拦车的时候，情急之下说漏了嘴。刘老师这才知道了来龙去脉，怪不得警察在村里面找不到罪犯，原来他是被张有才给卖了，真正的罪犯早就跑了。张有才见事情败露了，让老光棍把刘老师给绑了起来。这时候张有禄想去救人，却被张全德和谢红光按在了地上，天黑下雨看不清楚。鬼知道他那么不走运，太阳穴直接就磕在了一块尖石头上，血流了一地，当场就没了呼吸，闹出人命，事情变得更复杂了。张满志和老光棍吓坏了，想要跑，被张有才给拦下来了，说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找个地方把尸体处理了，要不然大家都要遭殃。刘老师吓得晕了过去。雨太大了，把他的衣服都淋透了，在车灯照射下若隐若现的身躯点燃了他们的邪火。
他们把张有路和刘老师用那辆3轮车直接拉到了鹰嘴涧，张有路都硬了，被绑上了石头沉河。刘老师被他们在鹰嘴涧侵犯了，他是被生生给弄死的。回过味来，他们才慌了神，感觉为了几万块钱就闹出2条人命不值当。张有才又给他们一人加了1万块，把3轮车也抛进了河里，而且还说反正这地方谁都找不到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几个一合计，决定守口如瓶。但是他们没想到，回到村里面才几天时间，居然就死人了。先是老光棍，然后是张有才，所以他们坐不住了，肯定是厉鬼索命张有路，刘老师还魂了。说完这些，张满志还在神神叨叨。我外公早就怒火冲天了，一巴掌扇过去，村里怎么出了你们这种畜生？你们也不怕断子绝孙？妈的，这种事你让我怎么帮外公揉着太阳穴？气得满脸涨红。张满志蹲下去，完全不敢抬头。张全德也是浑身发抖，手指颤巍巍地从衣兜里掏出香烟，掏出1颗递给外公。八爷，我们是活人，就算有罪也该警察处理，这鬼是没人性的。妈的，你还有脸提人性？外公一巴掌拍掉香烟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谢红光向我靠近了几步，从兜里掏出一把搪塞给我，又掏出香烟点燃，猛吸了2口，拽着我。八爷，这是乡里乡亲的，就你懂那些本事，你想见死不救啊？说着还捏了捏我的脸，娃娃，你说呢？我感觉他的手指好凉，挣扎出来，连忙躲到外公身后。外公的面色缓了下来，接过张全德又递过来的烟，他点燃一口气，吸了大半，吐出的烟雾让我看不清楚脸。你们已经被盯上了，我可以画保命符，有没有用就看今天晚上。刚才他们就在门外，这会儿已经走了。张满志吓得瘫坐在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八爷，救救我们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谢红光从身后抽出杀猪刀，恶狠狠地看着门外，还在叫嚣，有种进来，老子活的都不怕，还怕死鬼。草说着，他一脚踹开门，屋外灌进来一股冷风，明明是3伏天，却是透骨的凉。我外公气得青筋暴跳地骂出声：“你脑子有病啊！现在还去激他们，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他们没有祸及妻儿，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”张全德连忙拉住谢红光：“你不要再骂了。”张满志惊恐地看着外面，缩着身子往我外公身后藏。外公踩着八仙桌攀上房梁，拿下来一支笔，又从屋子里找出朱砂和草纸，然后一把夺过谢红光的杀猪刀，快速划破张满志的手指，挤出血滴在朱砂上，用笔蘸上，画出我看不明白的纹路。不一会儿，他们3人都得到了各自血画的黄符，3角形的黄符有个2个。最后，外公又说：“大的挂你们家门口，小的贴身放。子时前若有人敲门，不要应声，也不要开门，各自回去吧。外面的天色已经黑透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”张满志在出门前又颤巍巍地说：“还有村里的张哑巴，他也参与了。我刚才没找到人。”外公气得一脚踹出去，吼道：“你是白痴吗？这种事情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？怪不得他们走了。这是要一个一个的收拾，杀得越多，鬼越狠。”外公在门口插了3炷香，然后带着他们急匆匆地出了门，回头还不忘叮嘱我，不管谁来找不准开门。我本来想跟着过去，却被他赶了回来，只能一个人待屋子里。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，屋外的夜猫叫唤起来。我看到木窗户上有2只黄闪闪的树眼睛，是一只浑身漆黑的猫，它炸毛一样对着外面嘶吼，直到外公赶回来，野猫也消失了。外公回来之后，搬着一张竹椅坐到门口抽烟，他不准我出门，我只能看到一张侧脸，眉头紧皱。我迷迷糊糊的就在客厅里睡着了。天亮的时候，外公还在竹椅上坐着，他的神情疲惫。出门之后，我才知道村里的张哑巴也死了，就在昨天晚上，死在了厕所的粪坑里面。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养猪，猪圈挨着厕所，人畜的粪便堆积在一个大坑里发酵，是天然的有机肥。张哑巴就是在坑里面被找到的。听村里人讲，死的比张有才还要惨，一些村民大包小包的装东西要去镇上投亲戚，都说是村里闹鬼，怎么也不敢再待下去。白天村里来了很多警车，警察一边宣讲不要迷信，一边挨家走访调查情况。我外公一脸的愁容，他又被警察叫走了。我跟着他去了村委，从他们的谈话中反复听到了刘老师的名字刘若兰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外公不直接告诉警察，直接把那几个坏蛋抓起来？这样一来，刘老师和张有路不就报仇了？那样的话，村里就不会死人了呀。但是外公不但自己不说，还让我也守口如瓶。其实我内心是不愿意的，毕竟刘老师那么好，不但对山里娃的学习很照顾，就连生活也是关心的紧。哪家孩子啥情况，他都要过问个明白。这种老师和以前来的老师不一样，我打心里是喜欢他的。所以我在生闷气，感觉外公变坏了。这些警察也没个头绪，主要是人死得太离谱了，完全没有凶手的痕迹。说是人为的话，怎么也该留下痕迹。若说是野兽，却连警犬也没发现气息。这些警犬安静的不像话，一点儿也不叫。这边还一个头2个大呢，住在半山腰的张全德就出事了。外公和他们讨论的时候，去走访调查的女警一脸惊慌地跑进来，出事儿了！屋里的人就像安了弹簧一样，齐刷刷地站了起来。又出什么事了？半山腰那户人死了。短短的几句话，我外公一下就变了脸色，
拔腿就往外跑，还不忘对着警察喊了句把我家娃娃带上。抱着我的警察叔叔一边跑，还接着电话，喂，对，张家村又死了一个，不是昨晚上的那个，他妈的，就今天下午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我正在赶往现场，我们会驻村设点好。警察的声音很焦躁，吭哧吭哧地抱着我跑到半山腰。我外公坐在那户人家门口，看我们过来了，连忙拦下，一把接过我，然后对警察说，是张全德，应该刚死没多久时间，你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在他家里人都去了镇上，就他自己在家。我先带娃娃回去，一会儿再过来找你们。然后外公就抱着我回了家。他把我放到屋子里，又在东南西北4个角各点了3炷香，然后把屋子里外的地扫干净。看着我说，外公要出去，娃娃你乖乖的在家喊门，我从外面锁了，谁来你也别应声，也别靠近门口，记得注意窗户的黑猫，要是炸毛了就去里屋找小白。临出门前，外公又掏出一盒大大卷泡泡糖给我，拿着吃，但是别吃多了，不然以后牙齿会掉光的。我看着垃圾筐里的鳞片，想要去拿，外公提起竹筐，拍了拍我的手背，还有屋子里的香，你别乱动。说着就把筐拎了出去。我知道筐里的东西是什么，不是小白的。外公出院门的时候，对着左边角落招了招手，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飞快地晃了过去。我在屋里睡到天快黑了，外公才回来了，这会儿在厨房烧火做饭，米饭的香味传来，我的肚子咕咕直叫。坐在门口等饭吃，又来了2个警察，我外公就在厨房和他们说着话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外公给我盛饭端了出来，我一边吃着饭菜一边听他们说话。那个高个子警察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生硬地寒暄了几句，我没理会他，他尴尬地转移了话题。我们基本上锁定凶手了，应该就是谢红光。我觉得他们是在胡扯，谢红光怎么可能是凶手？果然，外公也是一脸诧异，怎么会是他呢？另外一名警察补充了句，现场发现一把刀，指纹比对就是谢红光的，而且从死者伤口和手法来看，之前死的人应该也是他杀的。我们想了解下谢红光这个人的情况。外公扒拉了一口米饭，没有马上回应。警察则是不疾不徐地问道，他和被害者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吗？实在是压力太大了，村里接连死人，我们也想要尽快破案，才会频繁地找您。这片山区人和环境您都很熟悉。我外公点头表示理解，只是他也不清楚这张全德和谢红光之间有什么过节，至少在明面上没看到，也没听说两人有什么矛盾。趁着外公送他们出门，我瞟了一眼桌上留下的照片，画面是今天我没见到的。因为警察抱着我靠近半山腰的屋子，外公就把我抱回家了。我侧着脑袋看了一眼，然后惊讶地发现是一把染血的刀，刀刃锋利无比，刀背呈锯齿状。这把刀我有印象，之前谢红光在这个屋子里，手里拿着的就是他，他还想用这把刀下鬼。他们正好是一起离开的，难道张全德真是被谢红光杀的？送走警察之后，外公进了里屋打电话，听起来像联系张满志。我端着碗靠过去，能听到外公的声音，满志，你自己小心点，谢红光应该是中了邪了，他把张全德给杀了，你听我的，今天晚上不要出门，警察已经在村里驻点了，他应该不敢去找你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当初你们胆子那么大，黄符记得放好，千万不要沾水，天亮之后你就没事了。我猜张满志一定怕得要死，干坏事的人死的只剩下他和谢红光了，而且谢红光也没了踪影，指不定猫在哪个地方要对他下手。谢红光确实是凶手，但不是中邪那么简单，好在我白天睡得够多了，晚上一直精神得很，要不然我也要死在他们手里。外公从里屋出来之后，又点了3炷香插在外门口的石阶上，然后把我抱进了里屋，吩咐我自己在家里面待着，困了就自己睡觉，晚上不准出门，更不准开门，谁来都不允许靠近房门。如果他明天晚上之前没有回来，让我去村里面找警察，然后跟着警察离开张家村。看着他锁了大门，急匆匆出去，我推开屋门看向客厅，桌子上一大堆的饭菜就这么放着没收拾，各个方位都摆上了干净的碗筷。我感觉筷子动了一下，再看又没动静了，我就只能一个人待在屋子里，实在是无聊的紧，就用黄纸折纸飞机丸，刚折好一个飞出去。我又看到那只黑猫趴在窗口上，但是它没有乱叫，只是安安静静地趴着，一边梳理自己的黑毛，又时不时看我一眼。折完飞机，我折青蛙，把纸青蛙放到地上，吹口气它动一下，小孩子的注意力专注起来，完全不会顾及时间的流逝，直到窗户上的黑猫又叫唤起来。它背对着我，炸毛弓着身子嘶吼起来，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我盯着黑漆漆的窗口，心里倒不是害怕，因为外公家有小白在，一般的动物根本不敢靠过来，所以我想的是可能有其他野猫靠近，它们要打架了。野猫交配期间每天晚上都会打，我早就看习惯了，只是猫叫声越来越凄厉，听得我心烦，就跑过去想要赶跑它。我刚靠近房门，就听到了敲门声，还有张满志的声音，娃娃，你开开门啊，你外公叫我来接你。外公，我心里一喜，外公果然不会把自己一个人放家里。我刚跑过去，黑猫就冲着我龇牙嘶吼，然后我的身上打了一寒战。突然就想起外公的话，不准靠近房门，
谁来也不准开门。外公不是给他打电话了，让他不要出门吗？他怎么大半夜的过来？还是外公不在家的时候？我不在家，家里没人，我嘴里喊着就往里屋跑。我们村里屋内的结构，除了客厅外都是分为上下层的，下层住人，上层堆干柴。我回到里屋还觉得不保险，踩在木柜子上拉着绳子就往2层爬。一条银白色的粗尾巴掉了下来，我拽着尾巴被拖了上去。有小白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当我爬上去的时候，外面的房门就被打开了。我听到了直愣愣的脚步声，那声音咚咚的，就像踏在心脏上。黑猫已经逃开了，眼前又变得黑漆漆一片，里屋的门被推开了，一股血腥腐臭的味道冲了进来，再然后就是牙齿碰撞的声音。他肯定已经进房间了。娃娃，咋你去哪儿了呀？跟着我去找你外公啊！我躲在2层不敢吭声。突然，我听到了木柜上传来脚步声，因为是空心的柜子，所以咚咚的声音更大了。他居然上柜子了！咋娃娃，你躲在上面做什么呀？快下来啊！咋，跟我咋去找你外公。屋子里的温度突然之间就降低了，味道又刺鼻难闻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就在他的声音出现在我耳朵边的时候，我身后的柴堆里面窜出来一条白影，一下就把他给撞了下去，然后纠缠在一起。屋子里面乒铃乓啷响起了乱蓬蓬的撞击声，坛坛罐罐打碎了许多。我躲在柴堆里瑟瑟发抖，直到窗外出现几道手电的亮光，我才看清楚打斗的情景。头上长着独角的白蛇我认得，但是张满志已经面目全非，没了人样，肚子鼓鼓的很不正常。白蛇扑过去伤了他的眼睛。外公带着警察冲了进来，大吼出声：张满志，你到我家来干什么？张满志咧着一口蟹牙咬在白蛇身上，发出不似人的低吼：你咋好狠毒啊，那副根本就是招鬼的，他们咋不敢来找你，我来。外公神色戒备地看着他，你们本就是自作自受，该遭天谴。娃娃呢？我问你，娃娃呢？我正想出声，但是此时张满志的独眼却看向了我，那是充满了怨毒的眼神。既然你咋我就带你的咋一起下去。说着，他竟然不顾白蛇咬住胳膊，强行朝着我跳起。这时候传来几声枪响，张满志跳起来的身体偏向了一边，居然踩在墙上向我外公扑过去。我急忙跳到木柜上，一边往下爬一边大喊：外公，你不要咬我外公！可我更没想到的是，床上还有一个人，居然是谢红光。他是跟着张满志进来的，但是一直没有出声。他的脸色惨白，而且动作极快，我看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张着大嘴贴近我的脸。我刚下地站稳，就被扑倒地上，他浑身是恶臭的血。我彻底被吓懵了。外面的警察已经把张满志打成了蜂窝，外公冲进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那张恶心的嘴巴咬向我的喉咙。娃娃外公焦急的惊呼声响起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眼睛里只有那张嘴巴，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，根本没了反应。直到白蛇窜过来，挡住我的视线，一股腥臭的味道弥漫开，他的袭击被小白挡了下来。我以为自己安全了，可是我就像被抽走的魂一样，飘在屋子里。窗外传来一个女人温柔的声音：娃娃，快回去。我才发现外面还有不少人。说话的是刘老师，她还是那么漂亮，穿着洁白的裙子，手里抱着一个小女孩，身旁还站着张有路，看着我没有说话。他们身后跪着一些人，是张有才和老光棍他们。我飘在屋子里，看着外公抱着自己在哭，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，我感觉2只手在推后背，轻轻向下一晃，然后一股吸力把我卷了下去。在睁眼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外公的怀里。屋子外面已经围满了警察，张满志和谢红光已经没了声息，躺在地上变成了2具尸体。外公把我抱出了屋子，我看着外面忙碌的人影，回头又看着外公。外公，我刚才看到刘老师他们，徐外公不让我说话。这时候警察过来接过了我，把我送到了一辆车上。我看到他们围着外公，好像给外公铐上手铐。外公一直面带笑容，我看懂了他的口型：娃乖，不要怕。我看着外公被警察带走了，罪名是豢养野兽杀人，但是我觉得外公没有做错，他们抓错人了。小白死了，尸体被警察带了回去，但是我知道大白还在，只是不在外公家里。外公没过多久就被放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那个伤害刘老师的山货贩子也被抓住了，所有事情都供了出来。老光棍张有才、张满志、谢红光、张全德他们都抵了命。我问他为什么警察把他放回来了，外公说山外面的人都不相信，哪有蛇能听懂人的话，还愿意照着做的，那不成妖怪了。我很确信的点头。刘老师也说过要相信科学。后来外公进山打猎的时候，带着我去山里认门，我终于又见到了大白。大白又大又白，他不是妖精，只是能听懂我说话而已。外公让我别怕，以后村里不会再死人了。村里又来了一个支教老师，男的。